干眼症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，大家应该更要注意。那首先我们先说明什么是干眼症。那干眼症事实上是慢性疾病，主要就是泪液呢分布不均匀，或是分泌量太少，或是眼睛的泪液过度蒸发所造成的，以至于我们的眼睛表面没有办法维持适当的湿润性。那眼睛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泪膜，由内往外就是黏液层、血液层跟油脂层。只要这3层任何一层分泌的量不足，或是分布不均，都会造成眼睛干的状况。那泪膜呢，事实上有3大功能，主要可以清洁、冲洗眼睛表面的异物。第二个，它有屈光的功能，它可以维持角膜表面的湿润光滑，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清晰的视力。甚至它还有抑菌、抗发炎跟供氧的功能。所以一旦眼睛开始干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。最常听到的主诉就是眼睛干涩、酸、畏光，甚至会痒、视痛、灼热感。视力时好时坏，甚至眼睛会黏黏的，觉得好像有异物感，甚至分泌物变多。那最严重的就是，如果说眼睛干到一个程度，造成角膜病变，这是比较可惜的。干眼症事实上就是泪膜的失衡，导致我们眼睛容易感染发炎。那有些人是感觉神经异常造成的，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，因为血糖的关系造成神经比较麻痹，间接的泪液的分泌比较少。那有些是长期戴隐形眼镜。那使用3C产品的人，如果太过专注，导致眨眼的次数变少，或是没有完全眨眼，然后也会有干眼症的症状。那一些药物也会引起干眼症，比如说高血压用药、精神科用药，或是抗组织胺也会造成眼睛干。环境比较干燥，比如说在无尘室工作的人，比较容易罹患干眼症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比较注意的是，到底干眼症会不会遗传？那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比较有这个遗传的几率，就是针对那种遗传性慢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，比如说干燥症、类风湿性肝关节炎这一类患者，就比较大的几率罹患干眼症。那这些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。临床上干眼症的人当中呢，缺油性的干眼症占了86%。那它主要的话就是睑板功能的障碍，造成我们的睑板腺堵塞发炎。那接续下来就会造成我们的油脂分泌的量不足或是品质不佳。当我们眼睛缺油的时候，眼睛的泪水就没有办法完全锁住，就会很快就蒸发。那在治疗方面，干眼症除了点人工泪液，我们还可以尝试用泪管塞、睑板腺的挤压、口服抗生素、抗发炎药物、自体免疫的血清治疗，还有免疫抑制药水的治疗。那现在还有这个眼部的专用光，就是脉冲光，来疏通我们的睑板，让它的堵塞的部分可以比较改善，然后间接的可以改善我们的干眼的状况。眼部专用脉冲光是美国 FDA 针对缺油性干眼症通过认证的眼科脉冲光科技 OPD。那它有一个特殊设计的探头，针对睑板腺，还有冷凝系统，可以降低表面的温度，避免高温过热的问题。那脉冲光治疗呢，不只是能够改善这个睑板腺的障碍，它还有抑制发炎的作用，甚至可以让扩张的血管收缩。它还可以杀死常住在眼周附近的细菌跟螨虫。那这部分是传统治疗没有办法同步改善的。干眼症其实主要就是生活习惯要够好，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。如果是缺油性干眼症，会建议早晚热敷5分钟。那我们的眼部清洁要非常重要，卸妆一定要卸得非常干净。那对于3C 使用者，在专注的时候，一定要练习眨眼睛，比如说10分钟眨10次眼睛，而且一定要完全眨。另外也可以说，你按滑鼠的时候就眨1次眼睛。那还可以补充Omega-3不饱和脂肪酸，比如说鱼油跟亚麻仁油，可以定时定量的补充，会达到一些油脂分泌比较顺畅的一个改善。另外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，尽量避免呢使用药妆店或是市售的眼药水。眼睛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，建议找眼科找专业的眼科医师来治疗。